花狗和明亮他们几个一闲下来就喜欢聚在巷口说笑。花狗和明亮他们在城里头打过工，见得多，识得广，根本不会把阿木放在眼里。阿木挤在他们中间，完全是长江里面撒泡尿，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但是花狗和明亮他们聊完了之后，都要把话题引到阿木和梅香的身上。梅香是村长的老婆，一个小村长10多岁的镇里女人。花狗就问了：阿木，这几天想梅香了没有？阿木极其认真地说：想了。明亮又问：哪儿想了呢？阿木眨巴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丫，不能断定是哪儿想了。明亮说：想不想睡梅香？阿木说：想睡。花狗再问：知不知道怎么睡？这一回阿木被彻底难住了，于是有人就把阿木拖到梅香上午站过的地方，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出梅香的身影，让阿木从裤裆里掏出东西，对着梅香的影子撒尿。花狗问：知不知道怎么睡？阿木说：知道了。说说看。阿木说：对着他尿。大伙儿便是一阵狂笑。阿木并不会说笑话，只会实话实说，但他的大实话大部分都能达到赵本山的喜剧效果。许多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婆曾经被村长睡过，他们在床上也时常恶向胆边生，勇猛无畏地把自己的老婆想象成梅香，但睡梅香这样的大话绝对说不出口。大伙儿听了阿木的话，笑得也就分外的畅快。他们把阿木称作村里的赵本山。可是阿木这个农民的儿子就不会像赵本山那样反复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所以阿木不可能是赵本山，只能是村里的小品艺术家。如果花狗这时候要求阿木和梅香再睡一回，阿木离发脾气就不远了。刚刚尿完的人说什么也尿不出来的，你一催，阿木便急，离得很开的大眼睛里头就会冒出很焦急的光芒，左眼的光芒和右眼的光芒也不聚集。阿木憋着一口气，恶狠狠地说：尿你们！撂下这句话，阿木掉头就走。这一走，花狗和明亮他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但他们不会立即散去，他们在等。用不了多久，阿木一定会回家去的。事实往往如此，用不了一根烟，阿木说杀回家就杀回家了。阿木一脚踹开木门，杀气腾腾地站在天井中央，闭着眼睛大声喊道：我要老婆，给我讨个老婆！阿木的老爹，一个官居的养鸡人，就会皱巴巴地钻出鸡舍，用那种哀求的声音小声说：阿木，我也拖了不少人了，人家女的不肯，你让我替你讨谁呢？阿木不理他老子的那一套，阿木扯着嗓子说：不管，只要是女的。阿木发了脾气之后，每一句话都是相声或小品里的包袱，他说一句，围墙外面就要大笑一阵。即使阿木天天这样说，大伙儿还是天天这样笑。好段子就是这样的，好演员就是这样的，百听不厌，百看不厌。有阿木在，就有舞台在，只要有了舞台，村子就一定是快乐的、欢腾的。